好，回到节目，继续来关心的是，最近看到路透报道说呢，川普政府已经开放美国企业向委内瑞拉提供石油增产所需要的设备，还有相关的技术啊。财政部外国资产管制办公室也发布了通用许可，允许提供美国货品、技术、软体和服务，用来作为这个委内瑞拉的石油与天然气探勘之用，或者是开发，或者是生产。全球最大的油田服务公司施兰普跟油田服务巨头哈里伯顿可以前往委内瑞拉协助油气开采的作业，但是呢，有一个禁令啊，就是不允许涉及俄罗斯、伊朗、北韩、古巴还有中国大陆这些实体交易，一般只适用于美国公司。那也听到了，美国能源部长甚至表示啊，中国已经购买了由美方政府所出售的部分委内瑞拉原油，意思就是呢，这个现在委内瑞拉的石油如何的卖，这个议价定价是由美国来决定。那中国大陆呢，也已经向美方买了这委内瑞拉的石油。怎么看这一轮中美在委内瑞拉石油、天然气的新角力？目前短期之内，在这个 Venezuela 这个石油的相关的行业，不管是设备方面或出售方面等等，都是美国决定就算了。所以这个决定权目前都是在美国的手上。那川普常常强调，他这样做是为了 Venezuela 好。为了把这个钱还给人民看看以后到底会多少，因为这个相关的设备必须需要很多投资了，因为很多设备老旧了，没有维修等等的情况。那看看多少投资会进来然后出售量到底会是多少？这个国家能赚进多少钱？看看以后有什么样的结果。但是很多人说，这个是美国偷走他们的石油，并不是。没有，你讲到这种点啊，赚进来到委内瑞拉的钱，就有没有实际去应用，或者是分享给委内瑞拉的人民，这才是观察重点啊。是对，但是其他的国家，不管是中国大陆或其他的国家，他们买或卖的话，那他们就是看市场情况。行价等等，对不对？他们不是因为美国在控管 Venezuela 的石油就去买，对不对？他们没有这个动机了，他们没有因为美国在控管必须要去买美国帮忙帮 Venezuela 出售的这个石油，所以其他的国家还是会看国际油价情况等等，他们也有其他的选择，对不对？尤其是中东。但是还有一件事情是，川普虽然目前在控管 Venezuela 的石油，但是川普也是希望5·2赶快达成一个和平共识，对不对？那如果真的达成共识的话，俄罗斯也回来国际市场，这个是其他的国家也知道的一件事情。那所以你刚刚提到说定价现在是美国在决定嘛，对不对？那所以中方也就按照美方所定出的价格买委内瑞拉的石油，但是没有人逼他们买，他们可以买中东的，没有必要。就是你讲的，他们也会比价，到处去比价。对，好，那可是他们会只甘于说，像美国天真的想是，你们就只是石油的消费者，你们是顾客，我定什么样的价格，你们就按照这个价格去买。不会有其他之后的一些相关的反制或者因应吗？除了找其他的卖方，还有没有别招？我觉得其实对中国来说是小事情我今天买一点点的 Venezuela 石油，贵了一点没关系，是不是？没关系，他们是看那天那个买方是进口商，他们看到有一个 good deal， 那有一个好机会，那天有好机会，那我那天就买这个 Venezuela 的石油。我觉得在这个中美关系或中美贸易关系，对，这个是小事情。买卖就是这么一回事，是这样。对，我觉得其实我觉得就是商业的运作是一回事情啊。这怎么说？就是美国其实制裁委内瑞拉应该2005年就开始，但是它开始禁运石油大概是2019年的事情，那也就是离现在大概7年的时间。那中国大陆就看到商机嘛，因为你被制裁以后，第一个没有其他国家敢买。
好，那第二个的话就是你的石油价格一定会比较差。好，那所以中国大陆在过去的7年里面是大举入侵委内瑞拉，它对委内瑞拉的石油的投资额就变得很高哦。那这是一个事实。然后委内瑞拉主要出口的是重油，也就是说它可以做的是比如说像，当然它可以分离出汽油、柴油，但是更重要是沥青啊这些东西。那所以中国大陆就中石化啊，这个中石油，他们就投入了蛮大的资本。过去媒体有报道大概600亿美元的时间，就过去10年，但是比较密集的可能是在过去7年的时间。那我觉得现在对中国大陆来讲，买不买委内瑞拉石油真的不是重点。就像 Ross 讲的，它其实委内瑞拉进口到中国大陆石油大概份额只占4%到4.5%左右，所以这个额度大概一日是47万桶哦。这个其实占中国大陆整个消耗量并不是无可取代的。对，所以我觉得买不是重点，重点是他原本投资在美国，因为我就看到美国现在真的非常聪明，他第一件事情叫委内瑞拉国会修法，把这个原本由国营来控制的石油公司生产，它变成是民营化，民营化其他国家就可以投资。那谁可以来投资？其实美国排除了刚刚主持人谈到这几个国家嘛，那剩下来大概就是美国可以去投资。所以接下来我觉得它的问题可能是竞争会发生在投资的项目上面，而不是在购买的这个方向。那接下来就这个也许对中美来讲真的不是一个很大的议题啦。但是我觉得现有的中石油跟中石化他们在这边的利益，也许要怎么样继续维持下去，这个可能会是中方会向美方提出的一个讨论的议题。其实大国竞争啊，能源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啊，尤其接下来大家知道是 AI 的时代，是 AI 的需求的电力需求是非常强的，所以呢，路透社也报道说，美国核融合能源企业呢，先前跟能源部的官员会面，呼吁政府呢在新成立的核融合办公室架构下呢，把部分被撤回的再生能源还有氢能补助资金转向核融合研发，预计呢投入每年的金额至少要10亿美元以上。那 AI 呢会带动全球电力的需求快速上升。那美国绿能的这个补助政策转向呢，新型核能技术包括 SMR 小型模组化的反应器，还有核燃料再处理与核融合等相关呢，会重新成为各国能源布局的方向。另外就是美国核融合协会他们的执行长也说，现在正好就是美国大幅投资的时机，那年度拨款呢应该要超过10亿美元，并且搭配一次性的基础建设投资。其实谈到钱就在讲这个事情的时候，就想到军售也是一样这个时候是最需要的，所以呢我需要钱，所以呢赶快编列预算给我。但是骆总怎么看这个美国对于核融合发展的这个大计划？没错，的确5年内是看这个 SMR 就是这个反应单一模组化的这个反应炉，那10年之内就要看核融合，因为 SMR 现在已经非常的看起来能够商业运转了，所以美国现在积极的投资，那核融合呢还需要一段时间，那当然美国有一个研究机构已经也有一个研发的成果，而且不断在进化，所以这个是有可参考的，预计在2035年到2040年能够实现。那 SMR 的话，应该2030年以前就可以实现。但是美国在这里有一个很大的优势了，就是美国的优势就是它是用商业化的方式来这个制造着核的反应炉，来产生核能的电力，跟其他国家不一样。其他国家像中国，它可能都是用国家的力量来做，那不是美国是，你看微软，它去跟那个 Helium， 它去直接跟它订那个 PPA， 我2028年你要卖我多少的电，而且是核电。是这样的。那 Google 也是，它也跟那个Commonwealth 的 Fusion Systems 公司，也是跟他签一个核的一个契约 ，SMR 的契约。所以你在2030年你要卖多少电给我？所以它是有商业化，所以它会很积极，而且积极把它促成。那当然，美国虽然占有优势，但是它也有一些问题啊，因为它长期以来它的电网很老化，然后地区化呢也常常缺电。对，你在什么地区，就这里缺电，那它是不是能够互相的连通？美国的这个电力公司又是不同的私人企业，它能不能互相联动，这个都会产生一些问题啊。所以那再加上它的再生能源不稳定，那川普也非常讨厌再生能源，所以这就是他在电力运送的时候，他会遇到一些困难。那当然我们知道刚刚讲的没有错 ，AI 的发展尽头就是算力，那现在已经转成了 AI 的发展尽头就是电力了。对，
一个1 Giga 的这个电力可以足够维持我们云林、嘉义、屏东这3个县市1整年的用电量。对，你想想看，这个就是相当大。那1 Giga， 那现在很多 AI 的预算一下就会到达1 Giga 了，是，所以这是非常明显的。对，刚刚陆老师提到算力及电力哈，就是未来的电力需求会因为 AI 的快速发展，它会非常的有很大的需要。但是您刚才也提到一个关键，基础设施的建制啊，那问题是这个需要时间的，当然也需要非常大的预算了。陆老师怎么看呢？因为美国在基建这个部分常常会，就是向来都被很多外界诟病啊。川普他非常反对绿能，这个很明显。但是他看其他的 new idea， 像不管是fusion 或SMR 等等，他蛮有兴趣的。而且很明显，他希望他可以当就是在历史定位可以被认定他是什么 SMR 的教父或是 fusion 的教父，创建者之类的。对，他希望以后他是这样，绿能不要，他真的是很不要。不管是离岸风电或solar 等等啊，他真的是没有兴趣。那你怎么看？刚刚陆老师提到说，其实中美两强都知道能源的重要性，也都知道，比如说核能这一块，特别是核能的，但是一个是从民间，一个是请国家之力，这两者的不同。但是美国也已经是转变了，不管是民主党或共和党已经有共识，他们也是可以接受美国政府、联邦政府是直接投资。但是另外一个好大的问题，坦白说了，以前如果回头看20年前左右，那很多中国人或印度人会去美国念硕士、博士，留下来工作，过几年有永久居留，再过几年是变成美国公民。但是现在美国也不是很欢迎这些人才来美国念书了，或者留下来工作。那人才真的是一个问题。如果美国要继续在这块发展的话，人才的确是一个问题。对，你也讲到一个重点，除了硬体这些基础建设非常重要跟关键以外，还有一个就是负责研发跟持续让这个技术不断进步的人才软体。好，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中美互动牵动全球，美中竞争，地缘争霸，外交、军事、科技、经济，多元观点，权威分析，一同掌握2026全球新秩序、新赛局。每周6日，寰宇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